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。现在分享一下在荷兰的停车资讯。就记得我们刚来荷兰有车好一阵子，其实对于把车停在外面还是觉得有点陌生。然后每个地方的规则都不太一样，有点混乱。因为它的逻辑又跟我们真的台湾停车不太一样，或者说和我们看不懂，也有可能。我觉得我那时候最大的冲击是，他要先预缴你要停车的时间。哦，你说没有，台湾是有了一个人在巡逻，然后帮你盖章，之类的，就是你对，就是你是停多少时间，你就是缴多少钱的概念。对，然后这边你可能可是开始停忘记设定好缴钱这件事情，你等下可能就收罚单了。就是我觉得这个逻辑就是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。对，所以之前开车停在外面都觉得慌慌的，到底有没有好好付钱，这样会不会被罚？主要是怕没有好正确的缴费，然后后来收到更可怕的罚单。对，罚单。好，那这边我们大概今天分成就是几大类。第一个就是不能停的，就是居民限定的停车。那第二个就是免费停车。第三个就是付费。大概这样。那居民停车的话，通常就是旁边有一个牌子，可能会特别标示是居民才能停的。有一个很好辨识的方法就是，你看一下隔壁的车。怎么了？隔壁的车是不是都有一个长得一样的卡贴纸或是卡？表示他是那个地方居民。是这样哦。他有的是他的车牌可能有注册，这时候你就要拿 app。我是蛮推荐一个 app 叫 City 还是 City？ 要不要最后再推荐？对，那等一下资讯栏会放推荐码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这个 app 在这个功能上我觉得做得很好，它就会框这个区域是居民限定。对，那你大概就知道。或者你想说，旁边都那么难找停车位，这边怎么那么空？那可能就通常就是有鬼。我们遇到好几个这样。然后这就是居民限定不能停的。那在免费的，除了一般这种路边，就是完全没有写任何要付费的那个告示牌的资讯。那还有常见的就是它会写 P， 然后下面写 Max to 2小时。对，那种的又有我看过有2种状况，一个就是最常见我们要放那个蓝色的，很像罗盘的。对，就是罗盘要播的时间是你现在停的时间。比如说我现在2点到，我就播在2点。这样下一个人来看就知道你有没有超时。对，检查车知道你有没有超时。那我有听过有人没有，就是临时没有那个罗盘了，因为那个可能去黑马什么可以买得到，A 选可以买到。那我有听过人家自己画的。或者你用写的。对，就大家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停。那还有一种是直接走到那个就是停车缴费那个机器，直接按一个按钮以后，它就会出一张纸。这上面就写现在时间，把那张纸放你的挡风玻璃前面。对，简单来说一样，看隔壁的车怎么做，你大概就有个底。如果隔壁车刚好不守规矩怎么办？不要，所以你要隔壁每台都可以停。那怎么知道那2小时是放罗盘还是免费停什么的？就看隔壁的车。好。不放心。没有特别写。我是觉得真的应该，我觉得这2种应该都可以吧。它主要是要标记你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停。因为有一个地方我们本来一直以为停车是抽那个，就是你刚刚说那个抽那个票卡，然后2小时，所以我每次就去抽。然后后来有一次是旁边有停台车跟我说，那放罗盘就好了。对啊，我觉得应该是相同的。对，他说这样可以省纸。后来我想蛮有道理的，可我每次放我都很紧张，因为怕回来后其实发现是不可行的，我就害怕收到罚单，但目前为止没有。对。然后我们还有那种免费停车是，那个是。对啊，停车场的。那就是蛮明显的，就是它一样，只是它有栅栏而已。对，这个没有栅栏的差别。那你有栅栏，你就知道，你一出去如果发现超过2小时，或者超过它限免费停车的时数，你就是缴费。对啊。那通常都是好像都是用信用卡或是用 debit 卡，都是用感应的，没有办法投币的。对。好，那付费的也有再分2种，就是停车场跟路边。对。那通常我们要出去玩，我们除了决定要去哪里玩以外，也会先看好要停哪一个室内停车场。对，因为我们可能去都没去过的地方。对，而且保险起见，我会找2个。对，就是万一第一个找不到或者是客满的状况。客满，你知道客满跟还有空位的合文怎么写？不知道。它那个通常其实在路上你会看到很多有蓝色标志，然后写 P， 那就是停车场嘛。然后后来那个通常如果有些电子的，它最右边会显示它是绿色 VRIJ 吗？就是还有位置。很像日文的。对，还有位置。然后 V， 我记得是 BOL， 我也忘了，反正变红字。然后我当时认颜色。对，变红字哈，我也忘记多少什么了。就是没有位置，就是没有位置了。对，所以你如果原来预期要停的那个，搞不好你可以提早知道。然后我觉得 Google 上对停车场的评价还蛮准的，有的分数很低，就是因为它真的是很难停、很小、很挤，或者是会被吃钱什么的。
或是可能有不好的经验，或者是很臭，很多停车场可能都尿骚味很重。可以稍微看一下那一个停车场的评价。对，然后这种室内的停车场通常很多是可以先预约的。那一般像 Q Park 我们习惯不会预约，因为他要指定你几点到，然后几点离开，我觉得太难估了。但如果有一种是你可以预约说，我就是停明天整天，我几点到几点走可以，就是停那一次，这种就可以预约，因为这种通常都便宜蛮多的。像阿姆斯特丹的中央车站下面那一个，我记得就可以预约整天，就便宜非常多。对。像那个 Q Park 啊，它是连锁的知名的室内停车场，我觉得大体上还不错。它很奇妙的点就是它计价的单位都是很奇怪的，什么14分钟1.5欧，比较感觉是故意让你不能整除1小时多少钱。可是那它如果是13分的，已经13分钟、14分钟，就是它超过那个分钟数，它是以就2倍啊，它是以2倍算哦。对啊，它不是以比例算哦。没有啦，那么好，1比1它就不用跟你讲这么奇怪的数字啊，很内差没有啦，没有那么好，你就直接跳几句了。那如果跳到1分都不是很你记得我们上次在停车场跑，对，就是没有跑到就跳一颗。对，要注意，就是缴完费以后，一般是15分钟内要离场。可能它都上面会有写吧？可能有，对。然后有啦，有写20分钟。我听过很多人被卡在停车场，因为可能只有现金，没有办法付钱。停车场可能只收信用卡或 debit 卡，如果你刷不过的话，建议你就找路人帮你刷，你给他现金。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了。好，再来讲讲我觉得最奇妙的路边停车。那路边停车简单来说，你停完以后，你在附近一定会找到有一个可以停车缴费的机器。那基本上你就是输入车号，然后选说你预计要停多久，然后输入完以后就结束。那有收据你就保留了，做一个记录。那万一你在输入的过程中，他没有叫你输入车号，那这种情况中就是要把他印出来那张纸放在你的挡风玻璃，证明你可以停到几点。对。那这里反正在机器上面输入的，这听起来都超麻烦的。就是我来这里吃饭，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停1小时还是2小时，其实根本就抓不准。这就是我觉得跟台湾我不知道，就跟我觉得的逻辑不太一样。对，所以这真的是超级不方便。所以建议大家一律使用 App。App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绑定信用卡，那种机器很多只用 debit 卡，完全不用信用卡。对，那你用 App 就是刚提到一个就是 City， 我不知道怎么念 SEETY， 会放在底下资讯栏。另外一个我觉得感觉蛮好用的，就是EZ Park。那这两个差别是什么？这两个为什么要两个？我知道 SECT 好像是比利时的 App， 所以它在荷兰的cover 范围没有，我觉得没有这么全面。有些地方它可能不支援。所以它如果去比利时的话，可以用你刚刚说那个。那它的好处就是我刚说它的区域标记的，我觉得蛮清楚。这个区域是居民限定。荷兰吗？对，还是比利时？荷兰，就是荷兰有些区域它可能不支援，它有支援的地方标记也蛮清楚的。对，然后。在它标榜它是手续费最低的停车 App。手续费？你透过 App 缴停车费会多收一笔手续费。是哦。对。对啊，所以它是 App 盈利来源。那它手续费支付的方式是算次的。假设我现在预计我要停2小时，结果我去吃饭，快到2小时了，我还没有办法去开车，我就可以在 App 上说我再延15分钟，对，那就再延，那最后结账这样子算一次。可是万一呢，你2小时，你超过2小时才发现。它就已经 close 了嘛，那你就赶快再延长说，我现在再重新一个区间，那这样就要再付一次手续费，变2次，对，所以 App 好处就是，其实它有一个方法是说，我现在开始停，我没有设结束时间，我就等到我等一下来开车的时候，我再按停止。对啊，这样比较合理吧？对，这样比较合理，但这样的问题就是常常忘记按，我车开就走了。还有你上次就是，对，可能过了半小时、1小时有想到，对，来停止，对，因为过了1天，对，可以设上限啦，但就是这样的用法的风险就在这里。因为我们其实很少停路边，大部分都停车场。它一停路边，要么忘记缴费，要么对忘记设好。那 EZ Park 我觉得它的好处是，可能好像是德国的 App 吧。对，不太确定。那它的好处，我觉得它的界面很漂亮。就是你要停多久，它是用转的。我觉得那个 UI 对设计的蛮好的。对，如果一般状况，我可能选择用 EZ Park。然后再补充一下，就是这种。大家会很想说，这种停路边到底是谁去检查那边交停车费？会有人不是吗？对，我们上次有看到我们上次看到车子的，它长得很像那个 Google 街景车，对，就它上面有一个圆盘，然后全部都是相机，对，它这样开过去，它就扫描全部的车牌，然后再把股，对，它就全部扫描，它就知道这一台车现在是有没有缴费的状态。
他为什么可以马上就知道连上去的？对啊，那如果没有缴费或怎么样，收罚单啊？他就会马上开车就下车，然后开发罚单。有可能我不确定他会不会实际真的开张罚单给你，或者你改天收到信。哦，改天收到信也蛮有可能。那我知道有一些例外，例如说他扫到你的车牌，可是你人就还在车上，刚停好车，还来不及缴费。我记得是有一些偷人似的。当然吧，对吧？他可能是开过去，然后15分钟后再开回来，发现你这15分钟2次你都没有交钱。哦，可能啊，具体怎么算的不太确定。对，我们还有看过一次是2个，就是类似警察在那边一个车牌抄，就是扫描，看有没有。可能那个地方那种车不好开进去，它就用人工。对。那再来就是很多像我们这些状况，就是一直停到最后发现，我们刚停的时候到离开，我们中间都忘记要缴费，就是没有设定要缴费这件事情。听说这是没救的。就是你不要想说，我前1个小时都忘记缴费，我要补缴。我好像曾经不知道是在哪里听说是可以补缴的呢，不行吗？就我所知，好像是不行啊，因为不然大家就会想说，没有被抓到我就不要缴，抓到我再来补。那你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，就是你要先补啊，就是你自己要自动自发，然后可能到哪里，然后写至少我最抓到加费。对啊，你被抓到，你在那边说那就不行算数。如果知道可以补缴或怎么补缴，在底下留言让我们知道。我现在知道的是没有办法补缴，忘记就是人气到了。但太没有容错。我那天忘记是后来发现还好，星期天免费。对。好，那再讲一下，再延伸一个 P+R。Parking and Ride。简单说，它就是不鼓励大家把车子都开进市中心里面，大家就是把车子开在那个城市的郊区外围，那里有停车场，然后再坐大众运输进去，就是鼓励这样的行为。那每一个 P+R 的规则其实都不太一样，要使用的时候就是建议确定一下规则。那我自己觉得是没有那么简单，有一点点小复杂。怎么说？像我们这次去停阿姆斯特丹的，它的规则就是说，你停完车以后，就是你可以用自己的 OV 卡，或者你可以在那边现场买那个 GVV 的来回票。GVV 是什么？一个他们的营运的公司啊，电车营运公司，路上电车，对，路上电车营运公司，然后最后呢，你要回来缴停车费的时候，你把停车票卡插进去以后，然后你的 OV 卡或者是刚刚的停车票，就是感应一下，让他知道你在过去1小时内的确有从市区搭巴士搭大众运输回来，你就可以得到停车费的折抵。看一下这一台机器，它现在就是要插入我刚刚P+R的车票，不对，这里肯定。然后这是套票，1个人6块，2个人6，3个人7块。那记得3岁以下是不用钱的，所以我们应该只要买3个人。就3张卡。刚从市区用这些买的 GVV 的票卡搭车回来了。那搭车回来1小时内呢，当你支付停车费的时候，要透过你刚搭回来的票卡去折价。那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。它现在语言没有办法切换，坏掉了。总之就是先把票给他。停车票给他，然后感应P+R的票，这样子有感应到吗？应该是有吧，6块。好，那就结账。那其实每一个P+R的规则都有一点不太一样。那建议大家在去之前先看一下那个P+R的规则是什么，有时候蛮复杂的。像这个就有规定，第2趟要从市区那圈搭回来。那如果你不是从市区那圈搭回来，可能就没有办法折价。然后这个 GVV 的票啊，它只能搭 GVV 的车，就是路面电车，或拿去搭公车，要注意一下。然后其实如果你有自己的 OV 卡，也可以用 OV 卡就可以了，不一定要买这个票。它只会记录你最后1趟是不是真的从市区搭回来。
OK， 以上就是今天 P 架的简单介绍。那讲到 P 架，再讲一个很类似的 K 架。那什么 ？Kiss and Ride。哦。就是接送区啊，就是机场啊、车站 K 架或 Kiss and Ride 的意思就是这一区是让你接送的。你可以暂停，有的是15分钟，有的可能30分钟。就看每一个的规定。对，每个规定不一样。有的可能一样有那个闸门。对，就每个规定不一样。对，但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。如果喜欢我们就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See you，拜拜。